哎，珊珊，上一期我们聊到海奥华语人里面亚特兰蒂斯是如何消失的，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没有聊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既然亚特兰蒂斯人是从母大陆殖民过来的，那其他地方难道就没有亚特兰蒂斯殖民过的地方吗？应该没有吧？哎，其实是有的。有啊。对，有的。而且它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文明，古埃及文明。真的？那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呢？哎，这个今天我们就来说他们为什么不知道，或者是说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好。古埃及文明啊，其实属于4大古文明之一，而且它跟其他古文明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其他古文明啊，都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慢慢发展，然后才有自己的文明体系。像什么古巴比伦啊，或者是像古印度，都是这样。但是古埃及文明好像就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拥有了天文、医学、建筑，甚至还有数学。为什么？哎，这就很奇怪，对不对？对啊，诞生了之后就有啊。对，就是好像从我们是之前前辈嘛。对，就好像从我们知道古埃及文明有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没有历史。它出生之后，我们发现，但是它就也有历史。对，你说它没有历史吧，它没有之前的记载。对。然后说它有历史吧，可能不是它自己的历史，它可能就是其他地方殖民过来。对，那不然它那些记载怎么来的呢？对呀。而且他们其实记载里面其实一直在说啊，就是金字塔也是他们自己建的。金字塔他们自己建的，就是他们诞生了之后开始自己建的。对，但是按照科学主流的说法认为啊，就是当时的古埃及文明是不可能建造出来金字塔的。对啊，应该是不可能的呀。对，不过我们如果把视角放得再长远一点，我们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它可能真的就是这帮人造的，但不是当时的古埃及人造的。真的有多长远？可能有1万多年。1万多年？对，应该就是当时第一批殖民过去的亚特兰蒂斯人建造的。真的假的？真的。至于亚特兰蒂斯人跟古埃及人之间必然联系的证据，这个我们放到最后说。行。我们先说说当时亚特兰蒂斯人所掌握的科技情况。好。传说当时的亚特兰蒂斯人啊，其实已经完整的掌握了反重力技术。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建造金字塔。金字塔就像我们上一期说的啊，它能够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灵魂，也能够接收来自宇宙的信号，所以他们建了很多个。哎，他们就酷爱建造金字塔。同时也可以把金字塔作为能量转化的武器，用来给他们做战争。那倒也是。但是说到这里啊，我相信很多聪明的观众朋友们都会意识到一个问题：什么？无论金字塔建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什么，它总要有一个能量来源，对不对？对呀。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放在过去啊，这个问题可能真的就只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猜想或者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呢，就在去年2025年的3月份，最新消息啊！最新消息，3个来自意大利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临时组建了一个研究小队。他们用自己自创的一种 SAR 雷达扫描技术，针对我们介绍过的卡夫拉金字塔，做了一次深度的扫描。结果他们就发现，在卡夫拉金字塔地底深处啊，有8根直径约20米粗的垂直的管道，然后这些管道周围啊还有螺旋状的东西缠绕，整个柱子差不多有648米这么深，这么高？对，而且到达它的底部啊，它还分别连接了2个巨大的立方体。这么厉害，能造这些的人真的太厉害了。对，这个其实从结构上看，基本就可以确定啊，这就是2套完全独立的电力输送系统。然后这个团队也表示说，这还不是他们发现的所有结构，在金字塔的更底部可能还存在着更加诡异复杂的结构，只是现在数据还没有公布，因为他们还在不断的测算。但有关联。对，一定是有关联的。其实说到这里我就很好奇啊，他们的测量真的准吗？别搞了半天还是个噱头。结果我还真的就去看了一下，他们差不多发布了有3个多小时的公开视频。而且我也想看看他们用同样的技术去扫描一些其他的建筑到底准不准。结果呢，我看了一下，都准，都准，全部都准，100%的概率。基本上也不是100%，就是100%，就是都准。因为他们3个都是来自意大利的嘛，所以他们第一个扫描的就是意大利的一个地下实验室。地下实验室。对，这个地下实验室差不多在地下1400米左右。结果报告一扫出来，跟他们当时的设计图是一模一样。然后一模一样，是的。然后他们还扫了苏摩尔大坝，他们看到了里面的螺旋机还有走廊的各种结构，跟那种他们的设计图纸是完全一致的。我觉得他们扫出来还可以看到影像。对，太厉害了吧？说明这种方法本身是准的。而且他们也透露说，他们也是先扫了这些结构，发现有效，最后才去扫的那个卡夫拉金字塔。对了，
他们在演讲的时候其实还说漏嘴了。对，他们说他们为什么去扫了卡夫拉金字塔，而不是去扫隔壁更加出名的胡夫金字塔？因为他们说胡夫金字塔其实已经研究得特别透彻了。特别是狮身人面像下面，我们都知道它下面有什么东西。都知道。对，他们都知道。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什么？这个东西我要放在后面几期说，因为它跟另外一个庞大的世界观有非常深的关系。而且，那你说了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个人呢？我私下跟你说。而且今天如果我们讲的话，我们整个影片的题目就偏了。但如果观众朋友们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们可以提前几期来讲讲可以关于胡夫金字塔的秘密。可以，我想听，我不知道啊。好。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扫完金字塔之后的反应。是的，他们说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啊，不是兴奋，而是前所未有的恐惧。是的。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神奇？对，怎么这么奇怪的一个结构啊？对，他们甚至还觉得，我们的卫星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因为他们当时借助的是意大利的军事卫星，然后他们就向美国去借了一些科研的卫星，对这个金字塔反复扫描了300多次，结果是的，结果每次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这就是真相。真是有点吓人啊。是的，而且这个研究的负责人啊，在发布会的最后啊，他说。里面的东西啊，正在证明，在我们之前真的存在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文明，但是有人在刻意的阻止我们知道更多的信息。刻意的？对，好吓人啊！对，因为更吓人了。是的，我觉得更吓人了。对呀，因为我觉得要不就是埃及的政府，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政府，甚至有可能就是……那有可能他们知道，然后不想让我们知道。对，当然只是我们频道的个人猜测啊，个人观点，个人观点。所以你看，这些新的证据里面，就是在不断的证明古埃及的文明真的可能是某个文明遗留下来的分支，不然怎么可能一上来就又是懂数学，又是懂天文，甚至还懂建筑？你说气不气人？那是啊，气人！你看别的文明怎么办？哪都懂的。对呀。而且你还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在最早一期里面讲金字塔封印说，那个时候古埃及的壁画里，他们已经可以用上电了，甚至还有飞机、飞船之类的交通工具，对吧？这个放在其他的古文明里面也是相当罕见的。起码存在的东西啊，毕竟是之前。对，然后看到这里啊，你就会发现，就算古埃及文明是某个高级文明的分支，然后呢，亚特兰蒂斯人也刚好他们特别喜欢造金字塔，那他们就一定有关系吗？不可能那么碰巧吧？是不是？对，其实有关系，还真的有关系，因为主流的考古学家他们发现狮身人面像下面的底座，它其实有很明显的血石痕迹，但是埃及最后一次由于水非常充沛会导致水蚀的时间，就只有12000年前。这时间又对上。对，而且大家这么多年都其实在找亚特兰蒂斯的遗址，结果就在最近有人发现，在撒哈拉沙漠附近就有一个跟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特别像的地方。是吗？这个地方就是撒哈拉之眼，而且整个撒哈拉沙漠就在古埃及的旁边，这其实也对，它就在隔壁，所以这其实也完美符合了亚特兰蒂斯殖民的一个先决条件。不得不让人猜想了哈。是的，然后说到这里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传说中亚特兰蒂斯的全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说撒哈拉之眼就是亚特兰蒂斯。传说中啊，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环形的大陆，它的内层外面包裹着一整片湖泊，然后外面又是一整块大陆，他们管这里叫外层。然后外层呢也包裹着一整片湖泊，整体算下来直径差不多在23.5公里，然后它的北面呢有很多高山，专门是用来挡各种沙尘暴或者各种风暴的。然后南面呢又是一整片绿色的平原，还连接着大海。然后你现在再看看撒哈拉之眼的样子，它其实也是一圈一圈包裹的结构。科学家到时候我会给你看看啊。科学家测量下来啊，它的直径也是23.5公里，然后它的北面呢也是一整片山脉。就一模一样是吗？但是它南边有点不一样，它南边是一整片沙漠。那有可能改变了这么多年，对吧？然后沙漠的尽头就是大西洋。但是说到有可能对，有点改变了。是的。但说到这里啊，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巧合。对呀。因为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当地人啊，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红、黑白3种颜色的石头盖的房子。所以就在去年，考古学家就去撒哈拉之眼实地考察了一下当地岩石的结构。他们发现当地的岩石的成分真的就是红色的铁矿石，还有黑色的火山岩
包括最后白色的石灰岩组成的。所以就是完全对上了呀。他们当年亚特兰蒂斯人是用3种颜色的石头去造的房子。哦，这个也是3种颜色。对，他们看下来也都是当地的岩石，也基本上都是这3种石头。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人推测啊，这个撒哈拉之眼真的可能就是当年的亚特兰蒂斯的遗址。真的是，太多巧合了，不可能是巧合，我觉得。对，这么多巧合一模一样的，对。当然，这些也只是我们现在基于已有的证据做出的猜想。后面如果还有新的证据啊，我们也会再开一期影片跟大家讲。好，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哦。订阅哦，拜拜，拜拜，拜拜。